驱逐驻加外交官，加拿大打破默契，不到24小时，中国决定奉陪到底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以前在国际上毫无存在感的加拿大，最近屡屡针对中国放出狠话。总统特鲁多在访问美国期间，不仅造谣中国的锂矿山存在强迫劳动，并且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抨击中国。但这还不算完，加拿大政府近日还打着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旗号，强行把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，并要求我们对此做出解释和妥协。据了解，事情一开始的时候，加拿大外长乔利拿着一份所谓的报告，指责中国外交官，称他对加拿大一位名为庄文浩的议员家属发起过言语上的攻击。所以加拿大外交部要求中国对此做出回应，并打算驱逐这名外交官。但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中国想回应也无从说起。结果加拿大倒好，拿着脏水就往中国人身上泼，因此中国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只有在行动上对此做出对等的反应。当加拿大外交部把中国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后，不到24小时，中国就决定奉陪到底，直接把加拿大那一套用在了他们驻上海领事馆领事甄议会身上，并要求其在5月13日之前离开中国的领土。从这一决定中，我们不难看出这次中方对加拿大外交部的行为到底有多么的生气。中国反击来的如此之快，其中的原因我看有2个方面。一方面，加拿大政府所说的事情完全就是子虚乌有。如果确实有这么回事，那加拿大政府就应该公开一系列可以查证的人证物证，对中国外交官的指控坐实。但是加拿大情报局并没有透露详细的信息，庄文浩本人也未透露详情，既不公开具体情况，当事人也说不出任何细节，这摆明了就是在说这件事纯属无中生有，没有任何的根据，所以才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来诋毁中国外交官。另一方面，一般来说，世界各国都有一个外交的默契，那就是轻易不会公开驱逐对方的外交官，有什么事私底下说一说，让他国以正当理由将出事的外交官调走。如此一来，双方既有面子也有里子。然而在这个默契被加拿大打破了，随随便便把一个国的外交人员定性为不受欢迎的人，这既是公然侵犯一国的主权和尊严，同时也说明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就像美俄2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互相驱逐对方大使一样，既然事情已经被加拿大闹大了，那像中国这样做就对了，事关一个国家的主权以及尊严，反击当然不容置疑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